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上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火线话题我们要赶快特别来关心，现在川习会正式进入到了倒数阶段，我们来看到习近平现在手中掌握了哪一个重要的筹码？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问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习近平现在最新抢先祭出了一个全新的稀土管制，变得更为严格了，这是他接下来重要的谈判筹码，还是干脆直接跟川普下个马威呢？这是第一题。第二个问题来关心的是，现在川普眼中死盯着这些 AI 高阶晶片的制程，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早就已经悄悄的切入到成熟制程领域了，这是习近平在现阶段一个新的战略的方向吗？接下来会靠着垄断这些低阶的晶片来反掐，不管是美国的经济或者是在军事领域上面的发展吗？最后今天也会关心美国的晶片封锁这么多年了，但是最新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反而养出了华为，成为现在辉达最大的劲敌、最大的对手。美国的战略是不是彻底的失败呢？今天3个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的消息，中国大陆的11长假才刚结束，马上大陆的商务部抛出了最新的重磅消息，宣布来看到是针对稀土出口管制要来做一个更严格的管制哦。它的理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国家的利益，所以接下来会有哪一些限制呢？首先，只要是跟军事用途有关系的这一些高阶的晶片，包括了这些出口的管制上面，都会不予发放哦。再来就是针对这些高阶晶片跟 AI 也会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了。这当中涉及到了14奈米以下的逻辑晶片、256层以上的储存晶片以及相关的制程设备材料全面管制之外，相关的 AI 的研发，如果潜在军事用途，也会来做逐案的审查。等于现在北京直接把稀土给武器化了，升级到了这些高阶晶片的层级。等于也掐住了全球的半导体的咽喉。大家在关注了10月底，马上就要到了川习2个人见面。习近平现在最新的出手，是不是在给川普一个下马威？中国现在掌握手上的这个稀土王牌，就能逼美国让步吗？接下来对全球的高阶晶片的影响又会有多深重？委员怎么看？我们先讲稀土是什么东西哈？稀土其实就是14种元素。我们在化学元素表里面底下那个就是所谓的稀土元素，然后稀土元素呢有15种叫镧系元素啊，这是最底下那个，再加上2种叫抗跟乙，总共17种元素。这17种元素里面，镧系元素的15种，它有个特色，前面6种就是原子序比较轻的6种啊，跟后面比较重的9种，比较轻的这6种就是轻稀土，比较重的。后面这9种就是所谓的重稀土，那再加上抗跟乙所以重稀土是8种，然后这个其他的就是轻稀土。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轻稀土主要生产在包头，就是内蒙古到宁夏那附近那附近。那重稀土主要是在江西主要在江西。而这整个来讲的话做武器是重稀土才用得到重武器用得到，轻稀土倒是很普遍，所以轻稀土的价格并不贵价格并不贵但是在全球产量方面轻稀土中国大概有占了将近差不多70%，占了将近70%然后这个重稀土方面中国大概占了99%，所以在重稀土方面，中国有议价跟管控能力。那今天列出来的要管的基本上是所谓的重稀土，那重稀土可以做什么？就是厉将军很喜欢讲什么雷达这个什么这个导弹的弹头战斗机的哪几个重要部位那这个轻稀土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一些一般的电池但是要用比较高档的电池就要用到重稀土，所以它对于半导体对于晶片对于武器对于这个汽车等等都很大的影响力，很大。而且最主要是中国的产量这么大，你看70几个%轻稀土，99% 重稀土，
这个都有很大的市场影响力。那以前中国对于这个稀土出口啊，原则上是管制军事用途、国防用途。那对于半导体用途，它没有管制。那现在 AI 需要半导体，所以如果这么一咔嚓管住的话，那对不起，中国就有谈判筹码。我给你多少稀土，你给我多少 AI 晶片，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所以这个表示中国对美国跟全世界开始用稀土谈判。要我们就来换啊，你要扣我高关税，我就不卖你。看互加互，看谁撑得久。这主要的是一个新的贸易的战略哈。那高阶晶片呢，影响了很大哈。大概他讲对了，14奈米以下的逻辑晶片跟这个记忆体晶片256层以上的记忆体晶片呢，都需要这种比较重的稀土哈。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做不出来啊，我们做不出来。那所以会卡住所有的这些半导体厂商。不过不会卡到中国自己的武器，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武器都是用28奈米的，因为武器就是一丢就丢掉了，不像那个什么 AI 的算力中心要一天到晚用，一天到晚用，所以要用的那个奈米数比较小。但是武器、汽车都是用28奈米，这一部分影响比较小。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在晶片战，中国大陆已经从这个原料着手，从稀土就开始卡美国的脖子。除了从稀土着手，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在川习谈判会前，现在还有其他的隐形底牌，就是放在成熟制程晶片上面了。我们要来看到，相较于美国，现在其实主要都是在往高阶制程16奈米以下在扩张，但是大陆我们可以看到反其道而行，尤其是在今年，他不是宣布了吗？新建3座的晶圆厂，重点都是放在这些成熟制程的领域。不管是中芯国际或者华虹集团等等大厂，他们在扩张的时候，其实采用的这个策略都是一致的，就是往低阶制程来全部的布雷。同时，我们也要来看到这个画面，请导播帮我们 take 一下《金融时报》的最新统计，在成熟制程领域，中国大陆在2023年是占比33%，台湾是领先在42%。但是我们看到了2027年，预估大陆会上升到40%，台湾降到36%，等于到了2027年，大陆会翻身世界第一。接下来，大陆等于会掌控非常重要的成熟制程领域。那美国可要担心了，因为现在根据统计，66%的美国的进口商品都是使用大陆的成熟晶片。刚刚成熟晶片的委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管是用在汽车，或者是用在家电，或者是用在不同的领域其实都是用成熟制程。那包括武器。那其实还有电动车啊、F16战机、爱国者等等，这个影响的层面被视为是更为致命的。所以大陆未来是不是可能靠着这种垄断的手段来去控制住在整个成熟制程领域？那川普盯高阶是不是就要失效了？厉将军怎么看？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成熟制程跟先进制程，我们概略是以28奈米为一个界限。如果说是小于28奈米的制程，我们称之为先进制程啊。如果说是在28奈米，我们都当作成熟的一个制程。那顾名思义，成熟制程的晶片，它制造的成本比较低，而且这个工序也比较简单。最重要的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比较耐用因为已经成熟了。我们知道，包括汽车或什么，如果说是像这个汽油引擎的汽车来讲的话，我们都认为比较成熟的技术，比较不容易出问题。那这个28奈米也是一样它是成熟的制程，所以它非常的这种耐用第二也不容易发生这个问题。第二个来讲的话，它用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反而这些都需要。那从这个拜登政府开始，他对中国大陆实施所谓的科技制裁，那主要就是指晶片。但是美国绝对没有预料到，反而中国来讲的话，在成熟晶片的这个区域里面它大量的生产跟制造。那中国有哪一家公司在生产呢？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除了中芯国际之外另外还有一家叫华虹的它也在这个制造这种所谓成熟晶片。它不但制造够自己用，它还可以外销。那去年来讲的话，它光外销的金额就高达140亿美元这么多甚至于里面有66%是输往美国的，所以这绝对是美国原来意想不到的。那为什么中国大陆它在成熟晶片制造可以这么快速，而且生产速度这么快？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呢。第一个来讲的话，它是用 DUV 的这种这个摄影机来光刻机来制造的。那 DUV 在之前来讲的话，美国没有想到，也没有对它实施管制，所以它
买了很多的这种 DUV 的光刻机。第二个来讲的话，它这个在政府扶持之下，就是我们知道晶片的代工本来就是需要高资本、高技术，所以它有高资本啊，这政府集中这个资本来扶持它这个工艺列为国家的重要的一个工业之一哈。第二个来讲的话，它有广大基层的科技人才可以供它使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在工业七子这些高科技的学校人才培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只是制造、成熟制程。第三个它将成本压得很低，它压到多低呢？譬如说是我们讲制造成熟晶片所需要的碳化矽晶来讲的话，在前年来讲的话，一片的价格还是$1500，它已经可以压到只剩500块，也就是大概只剩下1/3的价格，所以它成本压得很低，它当然来讲就可以大量的这种生产，同时制造可以外销哈。那后续来讲的话，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前一阵子这个中国大陆讲了，对美国的晶片它反倾销，这个反歧视那证明说是所谓反倾销就是言下之意就是我不再需要你美国这个卖晶片给我们了，我们自己能够制造，所以说我不需要你再卖给我们，但是我要的是先进制程，所以它反歧视，就是你不可以用这种高阶晶片，认为说我就不能用这个高阶晶片，所以它反歧视指的是高阶晶片。但是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这个中国大陆它的这种在晶片技术这个不断的先进之下它后续来讲，可能我觉得慢慢会从成熟制程慢慢精进到从28奈米到14奈米甚至于更精进到7奈米。现在来讲也已经做出来了，那假以时日来讲的话，我想它突破到先进制程，应该是假以时日它是可以做得到的。好，所以美国眼看中国大陆不管是在持续的发展它的这个成熟制程，甚至往这个先进制程的方向一直不断的迈进，当然也很紧张了。其实，在美国内部出现了2股势力，一股就是觉得说，你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大陆做这么多的管制，根本就没有效。但是有一些人说不对，应该要持续做更深、更严格的管制才对。那最新我们来看到，确实在美日和在前几年针对中国的管制之下，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揭露是来自于跨党派的报告，美国自己揭露的，说2023年大陆的企业竟然是合法的买下了1.2兆新台币的这个先进晶片制造设备，代表说你美国的封锁根本就存在一些漏洞啊。那国会议员就说，是不是应该要管得更严格才对呢？当然了，也有人认为说不应该管得这么严格，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了。他说，你再养的话，你再管的话，美国只会这个被中国大陆给追上。他说，中国现在只落后美国几奈秒而已，我们现在是养出更恐怖的对手。另外就是美国的白宫 AI 主管也认为说，放宽禁令才是保持美国领先的一个重要关键。赖老师怎么看？管制只是要制造障碍，让你跑慢一点，或者让你跌倒然后最好你就一蹶不振，不要再爬起来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管制嘛。那但是问题就是管制有时候对有些国家有效，例如说对日本就有效，日本就衰落了30-40年，到目前为止就起不来，在半导体这个领域，还有在整个经济，但是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是绝对无效，因为中国是一个饱受外国侵略的一个国家，而且呢是在抗战的时候尤其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起来跟他对抗，那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这种不服输不肯投降，而且不屈服的这种精神一直还在。那这种精神，你越管制，你越设障碍，中国的抵抗的决心就越强，中国抵抗的意志就越坚定，而且中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这个心就越强。反而也就是说，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管制，反而刺激了中国人更团结。过去中国我们常被人家讲说一盘散沙，在和平没有这个外面压力的时候，我们可能各自为政，各搞各的但是等到外敌压迫的时候，大家就团结了。这一团结，这个力量就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不眠不休的，也就是我的实验室或者我的工厂、我的研究院24小时灯光都开着，我的人员可以轮班休息。但是我的实验室、我的研究不会断，那这代表什么？时间在压缩。黄仁勋的压力很大，黄仁勋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为什么说黄仁勋的压力很大？黄仁勋本身他没有这个晶片制程的能力，他要靠台积电也就是说，
他可以设计一个 AI 晶片，可是他没办法做出来，他要靠谁？靠别人做出来。可是中国大陆的华为自己可以做，这个阿里巴巴自己可以做，对，而英伟达没办法。黄仁勋的晶片要卖给别人用，而中国的华为也好，或者是这个阿里巴巴，它的晶片卖给自己都可以用。对，这个所以黄仁勋自己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迟早被中国大陆彻底打败。更何况科学的东西、物理的东西，谁掌握到这个原理，谁掌握到突破的这个关键技术，谁就拥有这个能力。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也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对，这不是艺术啊，这是科学啊。科学都是可以突破的，跟艺术是不一样的。是，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